啡这首歌开启了我一个新的创作世界。对于我将来写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曲来说，咖啡屋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让脚步匆匆又茫茫，一起把明天开创。咖啡哦，咖啡哦，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哦，咖啡哦，咖啡哦，把不愉快的事情都遗忘，在这个你我生活的地方，有着我们共同的理想，让脚步匆匆又茫茫，一起把明天开创。哎，三秒，以前第一件事很重要，对，有没有帮我叫狗比欧？狗比欧，要不要加糖？狗比欧就是国松吗？没有，kopi o kosong才是kosong。是吗？对狗比欧国松。 ，kopi o kosong。Ice ice。OK， 好，来，老板，kopi o kosong。哎，咖啡来喽！哎，大爷，谢谢你啊！我跟你讲，状态还是跟40年前一样啊你。我都当爷爷了，羡慕对了，今年40。羡慕羡慕，我还有的等。哎，老莫，喝点什么？老顾客了，还问我喝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咖啡屋，咖啡屋啊！哎，咖啡来喽！1985年，蔡轩先生找我，他说希望我为一部电视剧写主题曲，剧名就叫做《咖啡屋》。我要咖啡屋。好，阿兔，咖啡屋啊！当时新加坡正在风风火火的讲华语运动，不能讲方言。我说你既然要写咖啡店的故事，我会把 kopi o 这3个字会写在歌词里面。要不要咖啡屋啊？你要不要？够了，我还有。哎，老齐，哎，咖啡屋一杯。我要唱的是 kopi o 哦，不要让我唱咖啡屋，咖啡屋，我是不会这样子唱的。所以我就在这歌曲里面就最大声的、最流行的那一句 kopi o。kopi o， 喝一杯浓浓的 kopi o， 中了。因为大家太久没有在官方媒体听到方言了，所以这首歌又是一首轻摇滚，可以跳舞的rock and roll。咖啡这首歌开启了我一个新的创作世界，就是说创作要够大胆。所以咖啡屋的成功，对于我将来写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曲来说，咖啡屋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咖啡屋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在此之前呢，金瑶作品里面并没有 rock and roll 的这样的一种曲风。当时还有一些所谓的传媒体上的一些论争的，就是会有一些媒体朋友觉得，哎，我当年看着他们很清纯的打扮，简单的 T 恤，拿着2把吉他就上节目。现在哇，这个发型也梳得很流行，是吧？穿着也很像明星的样子。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你们所看待的新谣框在一个你们所设想的一个框架里面去？这个会不会有一点太过狭隘？会不会限制了这个歌曲的多样性？我反而建议应该把它叫成本地创作。新谣只是其中的一种音乐形式，它也可以有，比如说电视剧的主题曲。本地戏剧应该是由1982年开始，那时候本地剧刚刚起步，制作不是很多，所以每一部新剧推出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都围在电视机前观看。80年代中的时候，本地开始兴起一股新谣热，而当时呢，我们拍了很多的本地剧，那么把新谣引入我们的本地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其实这首歌呢，对我的特别震撼，就是那个开场的那个啊，开场那个船舱的门一揭开，
阿梅抬头看的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那是非常经典。那首歌算是我们的那个年代的一个代表作吧。用希望换取希望。雾锁南洋，我觉得是我误入歧途的开始啦。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校园里面写自己的歌曲啊，是很单纯的。到了尽头就会出现曙光。我们只是写我们自己学习上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朋友口中的恋爱失败的故事嘛，自己不一定谈恋爱，但是朋友或者组员之间的爱情故事可以写进来嘛。刚好呢，当时的新加坡广播局主办了一个叫《雾锁南洋》主题曲的创作比赛。我们小组就决定去参加这个比赛，希望能够闯出一些名堂。不小心得了第1名。蓝照旁的参赛作品是由木子填词，我们请吴刚演唱。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种种比雾锁南洋，带希望，努力更好。想当年1984年，我和思聪参加新加坡第1部电视剧《雾锁南洋》的主题曲创作比赛，各自写了1首去投稿，没想到2首都同时进入了大决赛。李伟雄是一位中3的学生，和另一位参赛者李世雄是孪生兄弟。我们曾经写过大概几十首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插曲。那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陈淑桦唱的《红头巾》，邓妙华的《温柔的夜》。后来又陆陆续续写了邓妙华的《舞榭歌台》《落幕的心情》，还有早安老师啦。同学们好，我来上课了。太阳公公起床了，公起我把我们叫，你追我赶，大家赛跑，看谁最先到学校。看到孩子可爱的笑，多少辛劳也忘了。老师早，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别为这种小事烦恼。哎呦，你们先听我说嘛。我没有被开除啊，我反而升级了。升级了。我们还是我还是玩快会比较得当，要不然我没有东西弹呢。你玩噔噔噔噔，你要2只手弹啊。不，我，因为等下唱的时候我还是要弹。不需要唱的，我要唱。上课了。青春123呢，可以说是写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梁文福的词曲非常的好，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呢记起这首歌曲。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电视台的监制来找我们谈说要拍青春剧，所以我就写了主题曲《青春123》。然后1989年也是一个缘分，就为《生活歌手》这个电视剧写了主题曲《黎明的心》。各位同学，现在为大家表演的是叶楚平同学跟一位校外的朋友何碧君小姐，他们演唱的歌曲就是叶同学的作品《你的倒影》。
还有一首插曲我蛮难忘，就是《你的倒影》。迷航中，你是我的唯一指引；孤单中，你是我的远方慰藉。海边中，给我星星。你的爱永不迁移，最难忘。是你那修长美丽倒影。那首歌后来就由严黎明和洪少轩合唱。为了你，修长身影，海鸥盘旋；为了你，朝夕的脸，世聪绵延。任凭那海浪惊天。那个时候在80年代新谣起飞嘛，然后就越来越多人在写新谣，然后本地的电视剧呢也越来越蓬勃发展，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互动的一个关系。眺望着宛如归期，反应万千，海花无限延延，来覆去永不兑现，始终悠悠的伫立。一方面是新谣的歌曲为电视剧歌曲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可是另一方面呢，因为电视剧的广播，全国人在看在听，它也很快的推动了这个歌曲。我觉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进入了用新加坡的新谣的 talent 来合作。雾锁男之后的一些电视的主题曲就比较通俗了，就比较流行化，就好像小飞鱼。那个时候，小飞鱼这出戏里面有2首歌曲，一首就是主题曲，另外一首就是《如何对你说》。《如何对你说》它是从一首新谣歌曲来改编过来的。主题曲是为电视剧写的，所以我觉得这2首歌开始一个新的路线了。因为特别是如何对你说，不是不要说，不是不愿说，只因来去匆匆。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经验之后，我觉得后来戏剧组的人也会觉得，哇，新谣的talent 里面有可以来写歌的，所以之后可能就是你就能看到，就是很多新谣的歌曲歌手都开始唱电视主题曲。追视往日笑容。我看小飞鱼的这部电视剧应该是比较早选用新谣歌曲的一部电视剧。那如何对你说是当时邓妙华也唱了这首歌，那个时候歌曲也上了龙虎榜。小飞鱼咖啡屋的遗忘过去啊，青春123，还有岛的儿子。夕阳西下，海风轻松晚霞，刀光刀美如画。那种质朴清新的歌声和创作，慢慢的就在流行歌曲当中形成一股特别的清新的味道，就引起更多人关注到新谣这样的歌曲，也激励了更多新谣创作人他们对创作的热忱。亚达子是80年代另一部本地色彩浓厚的电视剧，主题曲《岛的儿子》是编审王启基写的词，他描述了土生土长的德光岛青年对岛的情感和怀念。忘不了你，海风轻轻吹，从晚霞，岛的儿子，
想起了你的广岛啊。过去了这几十年了，能够让你听了会有一点丝丝想掉泪的那种感觉啊，应该是遗忘过去。自己总会有些决定。遗忘过去是电视剧《咖啡屋》的一首插曲。那时候呢，启贤请我到他家和他谈这张专辑。对生命，你不必存有怀疑，人生它本来像一出戏，故事的结局是被实行，自己总会有些决定。志群跟我是华侨中学的同学。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啊，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钢琴家。我在学校里面的音乐比赛、歌唱比赛，我唯一会输的就输给陈志群，其他的我都拿冠军了。啊，碰到他我就会输，因为他钢琴太厉害。那当我写好了《咖啡屋》那张专辑的唱片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找志群来帮我编整张唱片。当时我们搞新谣，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了，也没想到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也没有想到要牺牲，要赚很多钱啊。那时候就是凭一股热忱，要把我们的创意呢，带出来，把那些歌曲做好、编好。有一天，我邀请木子到我家里来玩。等一下，生命你们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可以，老人家歌词记不住。对生命你不必存有怀疑，人生它本来像一出戏。然后，因为咖啡我已经写好了，那插曲就是后来的这首《遗忘过去》。我曲已经写好了，我就说木子啊，我还有3天就要交货了，我自己写不出来，因为我写完《咖啡屋》，我觉得我已经江郎才尽。我想写一下我的爱情故事，他唱一句，我写一句。他就坐在我的房间的床角，蹲在地上，他就弹吉他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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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停。啊，我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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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几个字是吧？然后就是对生命你不必存有怀疑。然后呢，下一句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哦，人生它本来像一出戏，故事的结局是被实习，自己总会有些决定，看朝阳又带着希望升起。他就这样一句就把歌词当场给写完了。他说：“这个木子是个疯子哈，然后写歌词可以这样子。木子是个鬼才。其实我也想告诉他，我也只做了这么一次了啊，对，其他的合作没有这么干过。对生命你不必存有怀疑，人生它本来像一出戏。然后我也没想到这首歌曲这么多人喜欢，到今天我唱这首歌。”我能感受到台下的人的那种得到一种回忆跟情怀的安慰的那种笑容，在跟着我唱这首歌。咖啡屋是这个心情专辑是1985年嘛，87、88启贤就到台湾去发展了嘛，在台湾他也熬了很多年，一直到太傻他才算是成名嘛，1994年他才算是熬出头。他后来的时间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台湾嘛，后来又转战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聚会的时间就比较少。把它全部遗忘在回忆里。哎，木子大哥，你好。
你为什么你的脸是横的？那天刚好他来新加坡，我反而在中国了。老友相聚啊，见一次少一次，你要好好珍惜啊，好不好？所以他说老朋友要多见面啊，是啊，见一次少一次啊，听了很感慨啊。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千万不要遗忘过去。OK， 拜拜，拜拜 ，OK， 好好忘记。道路上总有许多不平的遭遇，化作点点滴滴，把它全部遗忘在回忆里。我忘不掉心碎的过去，可是我必须面对我自己，生存还要靠自己去努力。我不再犹豫，我回不去昨日的恋情，可是我必须面对我自己。未来生命要如何去代替，靠自己争取。霓虹地埋藏了几许，叫人们迷失自己的骗局。泡杯咖啡，请听我告诉你。泡杯咖啡，请听我告诉你。